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成毅的叠加效应，为何他的剧总让人一部接一部，深陷其中？你是否曾有过这样一种感受？眼前的一幕仿佛定格了全世界，最初的好奇心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瞥，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的，那份不舍的情感就像潮水一般，淹没了你的心灵。你甘愿无休止地沉浸其中，难以自拔。这种沉溺的感觉，对于成毅的作品来说，仿佛是与生俱来的魔力。他的戏剧不像是流于表面的华丽浮光，而更像一幅未曾署名的古画。刚开始看似朴素简单，然每一笔、每一划背后，却都潜藏着深远的意蕴，细细回味时，才会意识到其中的丰厚与复杂。一人千面，复真以骨，复魂以生。观众与成毅之间的缘分，常常始于某个角色的独特魅力。或许是在琉璃中的雨丝凤，那种金翅鸟羽翼下的深沉孤勇与不顾一切的情深，那种纯净而脆弱的爱，如琉璃般透明却容易破碎。或许是在沉香如屑，沉香重华中，他一人分饰三角，饰演三种截然不同的性格：清冷而自持的应渊帝君，少年意气风发的唐周，及邪魅而独具魅力的玄烨仙王。每一种灵魂都在他身体内激烈碰撞、撕裂，最终以一种诡异的和谐融合在一起。又或许是在莲花楼中的李莲花，那个由绝世才子李相夷转生而来的市井人物，在千帆过尽，世情已透后展现出的豁达与温润，正如一块古玉，沉稳温和，将意难平的情感悄然抚平。成毅的表演并不仅仅局限于扮演，他更像是在将自己的血肉与情感注入每一个角色，使其在他的身体内重生。这种对真的执着，使得每个角色都拥有了鲜活的生命和独立的气息。当观众跟随他的一部部作品，仿佛是在进行一场灵魂的迁徙，从一个角色的世界走出，心甘情愿地再度陷入另一个角色的深渊，无法自拔。戏比天大，凡指尖所触，皆成沃土。这种演一人，便活一人，追一剧，变现一剧的魔力，并非偶然。在回顾成毅的演艺路程时，我们会发现，从青云志中的林惊羽，到怒海潜沙和秦岭神树里的张起灵，再到深潜中的云鸿深，无论是角色的大小，剧本的厚薄，他似乎总能从每个角色中挖掘出最闪耀的光点，以点石成金的虔诚与技艺，赋予每个角色独特的生命重量。因此，观众对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信任，无论成毅接下来的角色如何，都必将被他细致雕琢，赋予感动人心的力量。于是，观众在一部剧结束后，往往不自觉地回溯他的过往作品，想从中拼凑出这位灵魂雕刻师的完整艺术肖像。戏外温度，温柔与赤诚，消融戏与人的界限。观众的喜爱往往不仅限于屏幕中的角色，更多的是对演员本人的认同和喜爱。正是这份对演员内在的理解，深刻揭示了成毅如何塑造每一个角色的根源。通过各类报道与路透，我们看到成毅是那个会在拍摄间隙默默将手套递给手已磨破的武行兄弟的演员，是那个在与粉丝合影时低下身来单膝跪的只为照顾对方的成毅，是那个在机场扶起摔倒的粉丝，在片场扶起群演的他，是那个在为后备演员默默举起门帘带头鼓掌的他，是那个在活动冷场时主动承担起活跃气氛责任的他，是那个在夜色中用手机灯光为粉丝指引下山之路的他，还是那个面对粉丝祝减肥成功的签名要求时，却温柔写下祝你健康快乐的诚意。在剧中，侠者以剑护佑苍生，而在现实中，成毅则用细腻与真诚去温暖人间。戏里戏外，这种高度统一的温柔与赤诚，
消弭了角色与演员之间的界限。原来，真正让我们着迷的，不仅仅是角色本身的鲜活与感动，更是那个将演员二字刻入骨血，始终不忘将善意与温暖洒向人间的灵魂。未来可期，角色未至，期待已成山呼海啸。这份由角色魅力与人格力量所构建的信任，最终转化为观众对他未来作品的巨大期待。当《赴山海》的片花释出时，那扑面而来的侠气与宿命交织的苍茫感，已经令无数目光为之凝聚。《长安24记》预告中，权谋暗流涌动，他站在权力的漩涡中心，沉静而果断，预示着一场心智博弈的开端。而王权富贵片花中，那厚重的宿命感与悲悯情怀，更让人屏息期待。至于那部仅凭路透便已经牵动无数心绪的《英雄志》，观众早已在心中上演了千百遍，期待程毅会如何赋予这位书生侠客独特的风骨与温度。尽管角色尚未登场，期待的波涛却已经如山呼海啸般涌来。这正是市场和观众对程毅过往每一份角色托付的出色完成的最高褒奖和最深信任。因此，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剧集本身的好坏，我们追求的是程毅将真心血浇灌于不同角色人生中，让这些灵魂之花次第绽放。我们追求的是一位真正的演员，在浮华的世界中，安静恒久地用角色为刻刀，雕刻那些值得时光铭记的印记。我们追求的更是他灵魂深处那份源自内心的温柔与赤诚，那不经意间洒向人间的善意与温暖。这便是让我们一追再追，直至沉醉其中的终极答案。愿程毅的未来如他塑造的每一个角色般精彩，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震撼心灵的表现。我们追的是程毅以真心血浇灌，在不同角色人生中次第绽放的灵魂之花。我们追的是一位真正的演员，在浮华的光影世界里，以角色为刻刀，安静而恒久地雕刻着那些值得被时光铭记的不朽印记。我们追的更是从他灵魂深处满溢而出的那份温柔与赤诚，那份不经意间洒向人间的暖意与善意。这或许就是让人一追再追，直至沉醉其中的终极答案。